我是夏冰清。你来找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老公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女人了。那我是第几个？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呀。反正一个大餐桌是坐不下。要是让他们都有座位的话，那至少得有一间教室吧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想管？怪不得他总说他忙，原来是忙着翻牌子啊。那你干嘛不跟他离婚呢？我要是跟他离婚了，他不就得祸害别人去了吗？他曾答应要跟我结婚，他也曾答应只爱我一个人。他把我强奸了。只有被认定了的强奸才叫强奸，否则都叫偷情。你不在乎他跟别人偷情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不在乎呀？每次我跟他要婚姻，他总说阻力在你这儿。尽管你们已经没有爱情了，但你还是缠着他不放。凡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都会推给别人做决定的。离婚，他舍得吗？我给他生了2个那么可爱的孩子，我每天像佣人一样伺候他，我还不管他和什么女人在一起。你要是跟他结婚了，你能做得到像我这样吗？做不到。但你没管住他，就是在支持他。我要是管住他了，还轮得着你勾着他脖子？我不管他，是因为我管也管不住呀。就像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，你跟他提再多的意见，也只能是讨恨。如果我告他强奸，你们最终还是会分手。你有他强奸你的证据吗？我如果没有证据，我拿什么底气来跟你谈判？首先，我不反对你告他，因为即便是你告他成功了，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甚至我的心理。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清楚，你之所以比别人穿得珠光宝气，还不是因为他给你的钱吗？你把他告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呀？钱没了，名声毁了，你还不能再勾着他脖子撒娇了。我连命都不想要了，你觉得我怕吗？你不想要命，命早就没了。你之所以拿命来威胁，是因为你想要的更多呀。
你来找我也不过就是想搏一搏。来之前你就知道，从我这里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，弄不好还会撞上我的怒骂。弄好了，会得到一点心理安慰。你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你不想跟他结婚。从你对他交什么女朋友的关心程度就能判断出来，他不是你能容忍的。一旦折腾到能结婚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背叛他，或者抛弃他。你不明白，你想折腾的人其实是你自己。你更不明白，你不肯原谅他，本质上是不肯原谅你自己。因为他能强奸你，你肯定也是有责任的呀。当时你本来能逃脱，或者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你为了减轻自己失误的心理压力，会不断夸大对方的错误。我说的对吗？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坏。他那么坏，你为什么还愿意嫁给他呢？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跟他离100回了。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过是把这个男人换成那个男人，而那个男人跟你结婚以后，也注定会伤害你。与其不停地换人伤害，还不如就让这一个人来伤害。婚姻不破的秘诀是相互适应的人在相互适应，而不是靠别的什么来维持。你要是真聪明啊，你就不应该管他要婚姻，而是应该管他要钱。可他的钱不就是你的吗？反正他也会满世界撒钱的，撒给你嘛，总比撒给别人要好。至少你看着不让我那么讨厌。既然你对婚姻看得那么透彻，那就跟他离了呗。让我这种还抱有幻想的人再管他几年。我没问题啊，只要他愿意签字就行。但我知道他舍不得我，能用钱追到的，一定不会用感情。我知道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他的主意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做，对你的态度肯定会180度大转弯的。不信你就告诉他试试。我给你个忠告吧，也不能算是忠告，算是个提醒吧。你的优势呢是年轻漂亮有活力，但是你看你今天卷的这个头发，拎的这个包包，成熟的都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了。这些都不适合你的，还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。当初你要是这副打扮出现在我老公面前，他应该是不会看上你的。你真好心啊！你是在教一个女人如何勾引你老公吗？怎么想那是你的事，怎么做是他的事。你现在就是在多管闲事。好，算我多嘴好吗？我不说。
我完全不是沈小莹的对手。她一直在笑着，每一个笑都那么刺眼。他才是真正懂爱情的人，跟他比，我们就是小学生。他说的话呀，句句戳心，戳得我太阳穴都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听沈小莹的，放弃那个人就对了，重新开始。可是我做不到啊。他去把头发拉直，说明他认输了。起码在这场和沈小莹的较量中，是的。夏冰清跟沈小莹说他有那个人强奸他的证据，可前面你说他没有保留证据，他到底有没有证据？我不知道，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。我认为他在吓唬沈小莹。你的意思是说夏冰清根本没有证据，只是为了吓唬沈小莹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夏冰清说给你个项目，什么项目？那天他递给我张银行卡，他说这里面的钱购买一辆中档轿车，只要我们公司能帮他策划让他和渣男结婚的方案。这个项目你接了吗？我没结过婚，但我见过结婚。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你得亲自来，怎么可能由别人策划？我想是他喝醉了，病急乱投医，我就把卡退给他了。他说他对我很失望。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实施？没有。你喜欢夏冰清吗？我喜欢和他聊天。你们之间有没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？如果我和他之间有亲密的身体接触，他会什么都跟我说吗？只有毫无利害关系的人才会什么都讲。你们公司现在还装着摄像头吗？在我和夏冰清无话不谈之后，他叫我拆了。夏冰清脱毛衣那晚的视频录像，你还保存着吗？夏冰清亲自删。夏冰清跟沈小莹的谈话录音，你有吗？这么私密的谈话，你觉得他会交给我吗？在停车场第一次见面，夏冰清就上了沈小莹的车。为什么沈小莹对夏冰清不设防？说明沈小莹认识夏冰清。可我们询问他的时候，他却说不认识，连知道都不知道。看来我们都低估他了。我们要不要对沈小莹再进行一次询问？仅凭目前掌握的材料，我们没有把握从沈小莹嘴里掏到更多的信息。但我非常想见他，我对他的爱情观充满好奇，虽然我并不认同。这桌子来，横在这儿，把他那椅子给我放那儿，警服换上。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，夏冰清曾经找过你，可你上次却说你不认识他。你很漂亮。为什么答非所问？你觉得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假话，因为我没你讲的那么漂亮。如果这是一句假话，你觉得它有害吗？
就像医生跟重症患者说还有希望是一样的。我承认，我是在回避这件事情。我说我不认识夏冰清，是因为我不想谈论这个人，我也不想趟他们的浑水。可是你误导了我们。配合警察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不用上纲上线，我配合就是了。不要隐瞒。好，我可以喝点水吗？他说他上了沈小莹的车，沈小莹就说他不是第一个来找他的。夏冰清就问，那他是第几个？其他人都是些什么人？沈小莹说，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要管。我看看你，不像你这个岁数的人了。当初你要是这样，我老公肯定看不上你。谢谢。夏冰清觉得自己被侮辱了，一摔门就走了。这个傻丫头，竟然还录音，还放给别人听。她得多信任这个人啊！你觉得这位证人的讲述准确吗？漏了关键内容。夏冰清威胁我，他说如果得不到婚姻，他就去告许山川；告不到，他就做掉他。我说你们隔三差五就滚床单，难道还没把怨恨滚掉吗？他说睡多少那只是个量，他要的是质变，也就是名分，哪怕结了婚马上离，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。他的威胁你告诉许山川了吗？没说，我始终坚持不过问他的私生活，这也是他爱我的原因之一。你不怕许山川有危险啊？他要是有做掉许山川的狠心，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显然他在撒谎。这么严重的威胁，他一定会告诉许山川，至少会提醒他注意防范，更何况还可以达到挑拨离间的效果。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一次性讲完，以免犯包庇罪，知道吗？我只回答你们提的问题，其他的我没有义务向你们倾诉，对吗？你跟夏冰清说，她不是来找你的第一个女人，那其他的还有谁啊？我都是瞎编的。我故意说许山川在外面有许多情人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夏冰清抱有幻想。夏冰清跟你说，他有许山川强奸她的证据，他告诉你是什么了吗？他没具体说，我也没问。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证据。我虽然没有学过刑侦，但我也知道，非陌生人强奸哪是那么容易界定的？难道不是许川川告诉你的？别说他强奸别人了，他在外面跟任何异性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告诉我的。我不问，这个家就是太平的。我要是去深入的了解他的私生活，就等于拿自己的头去撞马蜂窝。结婚之前你知道许山川有这个爱好吗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还会嫁给他吗？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？没看出来？结婚之前他对我是很专一的，从他对我的态度推测，他有出轨行为应该是我在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。贪财好色是他的本性，除非我执意要跟他离婚，否则我是不会去挑战的。你说贪财好色是许山川的本性，这4个字说起来不好听，但细想一下，绝对不是脏话。